扶牆進到扶牆出，50元一位的自助餐，为啥都吃不回本呢？如今的自助餐早不是当年人均200吃垮海鮮城的现象了。从99元的市井火锅自助，到298元的星级日料放题，再到599元的战斧牛排海鮮宴，价格跨度堪比过山车，但吃不回本的结論却出奇的统一。明明我们抱着多吃一口是一口的战斗心態，怎么就永遠贏不過商家的算盤呢？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自助餐還是個稀罕物，只在涉外酒店裡才有，名叫冷餐會，主打一個高端大氣。那時候的自助餐是真的誠意滿滿，三文魚是現切的厚片，牛排是原切的整塊，連水果都是當季最甜的品種。畢竟面向的是外國遊客和高收入人群，賺的是高端體驗費。但真正讓自助餐走進尋常百姓家的，還是2000年後的海鮮自助潮。那時候物流發展快，冷凍海鮮價格降下來，商家們瞅準機會，打出了100元吃遍海鮮的口號。瞬間引爆自助市場，螃蟹、蝦爬子、扇貝堆得像小山，雖然大多是冷凍的，但架不住它量足啊。確實有不少人能靠着專攻海鮮吃回成本。那時候的商家賺的就是走量錢了，靠薄利多銷開井然市場。但從2015年開始，自助餐就悄悄變味了，房租、人工成本蹭蹭漲，海鮮價格也起起落落。靠量大管飽的老路子賺不到錢了，商家們開始玩起了精細化運營，不是減少食材量，而是換着花樣讓你少吃貴的，多吃便宜的。現在的自助餐本質上已經從自助取餐變成了精準引導消費的商業模型。很多人以為自助餐的套路是食材不新鮮，但現在的商家早就不敢玩這麼低級的手段了。畢竟食品安全是紅線，所以真正的套路是那些讓你不知不覺吃撐的設計。你有沒有發現，不管是哪家自助餐，進門第一眼看到的永遠是這些東西：水果沙拉、麵包、糕點、炒飯、炒麵，還有5顏6色的甜飲料。因為人在剛進門時的食慾最旺盛，但注意力很容易被色彩鮮豔、種類豐富的食物吸引。等你吃了半盤炒飯、2塊蛋糕，胃裡已經佔了1/3的空間，再去取貴的海鮮、牛排時，早就沒那麼大胃口了。現在大部分自助餐都有限時規定，比如用餐時間2小時，有的甚至只有1.5小時。很多人看到限時就會慌起來，覺得得趕緊吃，不然虧了。結果反而吃不多了。因為人在快速吃東西的時候，消化系統會變慢，食慾也會下降。而且商家搞限時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提高翻台率。畢竟自助餐的翻台率越高，賺的錢越多。2小時的限時能讓一桌客人吃完趕緊走，下一桌馬上就能坐進來。但對消費者來說，限時更像個催命符，讓你沒法從容的專攻貴菜，只能亂拿一通，最後吃的全是便宜貨。那難道就沒有辦法在自助餐吃回本嗎？答案是有，但沒必要。真正能在自助餐吃回本的只有2種人，一種是專業的大胃王，他們的胃容量是普通人的2到3倍，而且消化能力極強，能精準的專攻高價食材，不碰任何碳水和飲料。另一種是從事餐飲行業的人，他們知道哪些食材成本高，哪些是陷阱，能避開商家的套路。但對普通人來說，這2種能力都不具備，強行追求回本只會損傷身體，得不償失。所以自助餐從來都不是讓你吃夠本，而是讓你吃到多樣性。平時你可能不會同時吃海鮮、牛排、火鍋、甜品，但在自助餐裡，你可以一次性嘗到多種食物，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口腹之慾，這才是自助餐。